想给小孩一个圆满的家庭，怎么会这么难？只要想到小孩王明阳，陈小娟的心里是酸楚的。她记得生产的那一天，她痛到觉得自己要死掉了。那是王志胜说他在赶一项很重要的案子，得在公司加班，没时间来陪产，是闺蜜顾晓在身边守着她。那是顾晓看着她疼痛的样子，还陪她一起练习拉梅兹呼吸法。当时她又痛又无助，觉得没有顾晓在身边的话，她可能没有勇气把孩子生下来。但她用尽人生所有的力量，在凌晨的1点多钟，把小小的孩子带到这个人世间时，王志胜都不在她身边，只打来一通电话说他还在加班，没办法抽身到医院看望陈小娟跟孩子。而初为人母的陈小娟也只想着孩子是否健康，担心自己是否能照顾好这么幼小的婴儿。有一瞬间，她甚至觉得王志胜有没有在她身边好像一点也不重要。她跟顾晓轮流哄着小婴儿，他们一起感动地红了眼眶。顾晓又哭又笑地称赞她好勇敢，说她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。她也动容地跟顾晓说，谢谢你，你也辛苦了。时光流转，王明阳已是7岁就读小学的孩子。陈小娟都快忘记生产时的疼痛，却忘不了顾晓陪她生产时的担忧面容。小孩真的长大得好快，照顾孩子一直都不是容易的事。当人生充满困难与意外，顾晓一直都在他身边，一直都在帮他。他记得有一次小孩在学校中暑了，还是顾晓跑去学校把小孩带回家，边打电话跟他说明情况，并要他放心好好工作。那时他还庆幸自己有一个富二代好友，能不担心会丢工作，能不顾上班时间来帮他。如果没有顾晓的话，他是不是什么事都会撑不过去？这么想着，陈小娟发现自己竟然在掉泪。她一边深呼吸地安抚情绪，一边抹去脸颊的泪痕。她安慰自己，她和顾晓已经回不到从前，再继续想着顾晓对她的好，这一点意义也没有。不知不觉间，陈小娟走到了王明阳的学校校门口。她稍早已经通知王明阳的老师，说她会来接小孩下课。她想着等一下要带小孩去哪里好呢？心里充满了期待。她已经好久没有跟小孩一起约会了。校门口满是骑着机车前来接小孩的父母。陈小娟在不断涌出的学生面孔中寻找着自己的孩子，直到她看见冲着她笑的稚嫩脸庞。妈妈！王明阳开心地跑向陈小娟，两个人抱成了一团。陈小娟感受到小孩紧紧抱着她的小手，她感到一阵心酸。小孩如果知道父母又吵架了，是不是会难过？陈小娟心里很愧疚，她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能的妈妈。她只能在心里打算着，今天不要太早回家，她就能暂时保护小孩不受到伤害。这时王明阳抬起埋在她怀里的小脸，双手还是紧紧抱着妈妈，开心地说道，我今天真的可以不用上安亲班吗？真的啊。陈小娟慈爱地看着孩子，伸手拨了拨她的头发，妈妈的宝贝，今天跟妈妈约会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好啊。王明阳开心地点点头，他任由陈小娟卸下她身上的书包，乖乖地牵着妈妈的手。陈小娟背起王明阳的书包，轻摇一下牵着的小手，问他说，你有想去哪里吗？我们先去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们去逛夜市好不好？王明阳满心期待地看着妈妈，
我好想吃地瓜球，我好想吃。好，我们去逛夜市，去吃你最爱的地瓜球跟鸡蛋糕。小孩一听到可以吃自己想吃的，开心的蹦蹦跳跳。陈小娟也笑了起来，她感觉小孩的童言童语治愈了她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孩子最重要，陈小娟在心里对自己说道。他们度过了一个充满笑语声的夜晚。如果不是明天还要上学上班，陈小娟根本舍不得带小孩回家。回到家，看到那乌漆墨黑的寂静，让陈小娟不禁松了一口气。她仿佛是第一次对王志胜的晚归不感到生气。她打开客厅的电灯，小孩懂事地把书包轻放在沙发上，然后乖乖地进洗手间洗手。爸爸还没有下班吗？王明阳那稚嫩的声音从洗手间传了出来。应该还在加班吧。陈小娟一想到王志胜白天在家里做的好事，她只能发出冷漠的声音回应着。她看着洗手间的方向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环视家里的摆设，担心白天在家里发生的事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。明阳，你先洗澡，准备上床睡觉了。王明阳刚洗完手，双手湿淋淋地走出洗手间，歪着小脑袋不解地问妈妈说，不等爸爸回来吃宵夜吗？我们从夜市买那么多好吃的。陈小娟见状，一边把夜市买回来的食物放在餐桌上，一边提醒王明阳说道，把手擦干净。王明阳乖乖地回洗手间擦干手，他发出恳求的声音，妈妈，我可以再吃一口咸酥鸡吗？听到小孩的撒娇，陈小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你先洗澡，陪妈妈再看一会儿电视剧，晚上10点就要上床睡觉哦。好，王明阳开心地回答。陈小娟看向主卧房开启的门扉，她想起白天目睹的一切，心里不禁冒出一股熊熊的火焰。她想着要把那肮脏的床单床被全都换过，便马上身体力行地走进主卧房，开始换床被。她撕扯着那沾有王志胜外遇痕迹的床单，心里想着要撕碎它，好发泄心中对这段婚姻的不甘心。但这时洗手间传来王明阳边洗澡边开心的哼歌声，让心里满是怒火的陈小娟缓缓地松懈身上的武装。她无力地扯着床单，然后瘫坐在床上。她又忍不住想哭了，只是隔着一面墙，她听着小孩无忧的歌声，又看着手上那不堪的床单，她抬起的脸却红了眼眶。她不想要流泪，但眼泪却像止不住的线，一颗又一颗的滑落。她像是在给自己打气般，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